大家好，美联储降息，昨天晚上是睡得死死的，早上才知道降了25个基点。其实投资十几年了，什么消息没有见过？消息都是留给小白的，你要在消息没有来之前，提前布局主力的意图。那等下来聊一聊狗狗币，反正0.21或者是这一次0.258有一起在猜对的多单。等下来聊一聊短线，包括比特币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或者是前几天的视频也是有提到，狗狗币这一次跌回到0.258的支撑，你应该去猜哦，有可能前面的这个高点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。那或者0.21做多，这一次有在这个位置继续做多，以及下方的这个 MACD 指标，也是提醒了有一段时间。MACD 在0轴以上的黄金交叉，跟2024年当时这个位置 MACD 在0轴以上黄金交叉，形态感觉是非常的像。突破以后压回来，再踩到这个高点的支撑，然后你去看一下后面狗狗币。反正从0轴以上黄金交叉或者是这一个底部的位置，狗狗币涨上去是涨了 350%。 所以这一次或者是今年2025年狗狗币这个 MACD 指标在0轴以上黄金交叉，至于它会不会复制2024年或者是涨个 350%。 不过我的观点是，在看涨这个狗狗币并不是代表你的资产要全部 all in 到这一个狗狗币。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山寨币你要控制好自己的头寸。我个人所有的山寨币加起来，最多不会超过 30%。那这个位置短期我们来看一下，昨天那一个降息，或者是也是消息满天飞啊，包括鲍威尔也是有讲到，可能今年要进行陡峭的降息，还有一些数据好像是有可能年内会再降150个基点，大约就是 1.5%。那短期这个位置会不会继续往上进攻？我也不确定啊，最好是给我继续往上进攻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4个小时的图表。至于这个位置会不会继续进攻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7月份的时候，当时狗狗币也就是这几天一直在画的，有可能这个位置的回撤，就像这个位置的回撤。那你可以看一下当时的 MACD 指标，它基本上就是在0轴以上再一次黄金交叉，后面价格继续往上碰，所以这个位置现在也是在0轴以上继续黄金交叉，不排除我的观点是，反正利润给我抱住啊，狗狗币就算那个0.44也不要买，或者是尽量等$1以后再考虑狗狗币会不会有分享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，链上的数据就不解读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也就是短线的比特币这个位置，它压力还是在这一个$117,000附近啊。我们尽量观察吧，也就是短期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也就是前面给大家分享的，每一年的比特币总在10月份，2023年的10月份这个位置上涨，2024年的10月份这个位置上涨，那现在2025年10月份这个位置上涨，包括下方的 MACD 指标，很多朋友在担心这个 MACD 指标是在死亡交叉，它会涨得上去吗？那我们再回顾一下前面的视频，也是有跟大家讲到2020年的时候，这个位置 MACD 也是在0轴以上，死亡交叉2根，或者是后面时间也是10月份啊，继续涨了3倍到4倍啊。所以现在的比特币它的环境，或者是昨天在跟朋友们讲了，全世界的金融市场，美股、黄金哪一个没有在 all time high？ 比特币可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资产。那你觉得它这个位置死亡交叉会不会复制2020年的那个位置？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